现在的年轻人呐，总能给我些惊喜。不过那家伙的悬赏暂时还没办法给你。还有谁记得大名鼎鼎的班吉斯社长还欠着我们一份悬赏奖励呢？其实这一切都是社长的布局罢了。不信看下面这张图，这是幻塔 2.0 版本更新测试服出现了 bug 流出的一张图，后来正式服当 bug 修复了。出处是雷比利亚的实验室里面的罐子带着的文本。在游戏制作过程中，很多素材是绑定在一起的，比如游戏里出现了一本书，然后就会关联到文字的贴图，这样你只要调用这本书的模型，文字贴图也会跟着复制过来。当时的 bug 就是由此产生的。罐子是幻塔本来就有的素材，在实验室也是因为制作人员调用了素材，这些都说明这篇文案是真实存在的，而就有这么一个罐子是存在游戏里的，但至于在哪里，依旧是未知。人工岛是个神奇的地方，看似像一个家园系统，但岛上面却有着旧联邦文明的飞龙，有着掠夺者组成的营地，有着到处搜寻的猎狗帮，还有欠块遗迹和被围住的实验室。通过文案能看出这是新人执行者所写，其实他们就是愤怒、享乐、贪婪异变者，而资助他们的正是班吉斯重工，也就是克雷特社长。人工岛开发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克雷特究竟有什么计划？这一切的布局都是要从这份悬赏开始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，前期克雷特是不待见主角的。父亲，能请你帮我们找个人？好了，迪奥，快回去吧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办，有什么事晚上再说。我们在找夏佐，他理都没有理。当我们闯进重工，在地下室救他的时候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怎么是你？我已经把星源交给艾达之子了。怎么是你？他惊讶也不奇怪，毕竟也有一面之缘。但我们来看下一句话，他说把星源交给了艾达之子，后续也知道他撒谎了。星源的下落他根本就没说，为什么要对我们说谎？而且我们从来没给克雷特说过是来找星源的。不信看一下录像，这是第一次与克雷特见面的场景，全程都没有提过我们是海加德的人，也没有说过我们需要星源。匆匆几句话，大多数还是对他儿子的关心，但当我们解救他的时候，他却主动告知了星源下落，这是为什么？他怎么知道我们是为星源而来的？此刻他已经知道我们的来历了，但我好奇的是，在第一次见面他就已经知道了，还是和艾达之子见面以后知道的？现在就让我们从剧情开始进行解读。关闭了星岛元能塔，我们重新回到避难所，和帕尔他们做了告别。避难所终究不是我们的归宿，赛琳对话里还是有些包庇夏佐的。夏佐也是迫于无奈才……希望他和莎莉能平安回来。两人难道真的有啥猫腻吗？接下来又送给我们滑板元气，看这情况推测，元气也是海加德或者就联邦制造的，古文明留下的可能性并不高。一路顺流而下，经过莫名其妙的结界后，我们来到了班吉斯港口，这里也是莎莉使用有问题的折跃门传送到的地方，刚好遇到出门去请白灵参加其活结的希尔达。此时他正被2个猎狗帮围着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这2个猎狗帮可能已经被干掉了。终结者也不是杂鱼能比的。注意这里猎狗帮说的一句话，向克雷特换取物资，看来猎狗帮也并是没有智慧的，他们还知道绑架人质用来交换，以前还觉得是英雄救美，现在才发现没有主角希尔达也能全身而退。希尔达说避难所是去不成了，这也是他本来的目的地。幻塔细节做的倒是挺多，但估计能看到的玩家十不足一。在拟态对话里也能看出，角色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，很多角色间都有一些互动。幻塔游戏里除了该有剧情的地方以外，都是剧情。3下5除2解决掉小兵，救出来个首领，绰号白色闪电，也算前期比较惊喜的怪物了。他会电磁刃的突袭技，但依旧免不了一顿胖揍。救下希尔达后，才知道原来白色闪电是有赏金的。白色闪电的赏金啊，这可是克雷特大人亲自发布的。看来此处的猎狗帮存在不是1天2天了。注意此刻米娅说的话，她的信息库是哪里来的？如果是米娅自身的储存，显然是没法实时更新的。这里明显是联网的。之前小峰就推测过，目前有实力搭建信息库的，一个是海加德，另一个就是艾达之子。米娅可以调用海加德信息再次实锤，但奇怪的是第一次检索并没有找到克雷特。有人说那是米娅输错字了，文案里字都不对，但米娅是语言模块有问题，她的输入查询功能又没有问题，她搜索的依旧是克雷特，只是她表达没做好。这里要介绍一下克雷特这个人，他在班吉斯闹虫灾导致饥荒的时候及时赶到，恰好又带来了满满一船的食物，这一切真的都是巧合吗？按理说他既然带来了满满一船食物，应该会是食品商人或者搞外贸的，但真实情况是克雷特在落脚班吉斯之后，成立了班吉斯重工，并用自己带来的大灾变钱载具资料，发展出了载具部门。我们的隼鸟号和赤色火焰都是来自于这里。
接着又聘请古兰成为武器部门负责人，负责武器的研发，并和海加德有着贸易往来，也算是军工企业。而且怀疑同时也跟其他势力有交易。他的崛起与其说是运气，不如说都是计划好的。虽然不能确定班吉斯的虫灾跟他有关，但利用食物来达到统治目的却是有目共睹的。现在他克雷特在班吉斯宛若神一般的存在，这样的人按道理不应该是默默无闻的。但是米娅的第一次查询却没有找到任何结果，第二次再加上了班吉斯工业社长的标签后，才检索出来他的个人信息。他的个人信息是不是被篡改过呢？这样能查到的就只有他身为社长之后的事，但他以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要么属于海加德内部的秘密档案，米娅无权调查，要么就是克雷特曾经篡改过档案。我猜测克雷特的过去也是有些名气的研发者，在妻子安娜过世以后，他就在想怎么治疗迪奥。海加德的黑暗面让人害怕，艾达之子的改造也不让人放心，所以他最终选择成立自己的势力。刚好遇到班吉斯因虫灾闹饥荒，所以他买了一船的食物，像救世主一样来到了班吉斯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。这里米娅说的后半句话很有意思，可以找他克雷特了解元能塔。小可爱呀，小可爱，你怎么比我还心急？主角的心思都在找人身上，而米娅却还在关心元能塔，这还是为莎莉急哭的小米娅吗？希尔达这里说的话也是铺垫，往年节日庆典都有很多人，这点我可以作证。我还抓住了一只偷鱼吃的塔塔，但这次的节日却异常冷清，一切都是艾达之子提前清场罢了。这次雇佣的不是掠夺者，而是猎狗帮。看来亚夏的势力不只会互相对立，之间也会有合作和雇佣关系。这让我不禁想起来了星岛避难所出现的监视者。当时莎莉因为折月门出故障，传送来到的正是这片沙滩。看来猎狗帮也是准备很久了。艾达之子的计划是各地同步启动的，就在星岛还没被袭击之前，班吉斯这边已经开始布局了。计划的起始点就是主角被抓，清除了记忆之后，贤者就开始谋划一切。主角被扔到星岛避难所附近，意味着计划正式开始了。这里的背逆命运之人就是夏佐了，跟着希尔达来到了班吉斯。等等，是不是忘了什么？白灵呢？201避难所不去了吗？如果去，就会发现避难所正被猎狗帮袭击。也正因此，这次节日我们没能见到白灵。告诉希尔达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注意哦，我们依旧没说元能塔的事。到目前为止，只有米娅提了这么一句，但希尔达并没有往心里去。希尔达作为报答，决定帮我们一起找人。跟着希尔达遇到了克雷特的逆鳞，生病的儿子迪奥，不仅是遗传病，还是不治之症，生活在末日下也是真的惨。迪奥说克雷特在处理重要的事，这里有2个猜测，一个是开发人工岛的事，人工岛并不重要，人工岛上要投资的项目才重要。居然有人可以制造抑制器，这要是成功了，就可以打破海加德的垄断了。顺便一提，星岛避难所也在研究破译抑制器，可见局势并没有风平浪静。第2个可能是和艾达之子的交易，交出星元，艾达之子帮他救治儿子。迪奥倒是个好心的富二代，虽然感觉是在讨好希尔达，听到我们要找夏佐，满口答应了下来。但你看看接下来克雷特的话。好了，迪奥，快回去吧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办，有什么事晚上再说。克雷特压根没想过帮我们的忙，老狐狸就是老狐狸，我们身份不明，但又有实力击败白色闪电，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身份。从后续剧情能看到，他知道我们也在找星元，我猜测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执行者的身份，但怎么知道的，依旧是个谜。克雷特对迪奥说，如果身体允许，就可以让他参加庆典。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骗儿子回家的谢老爸，父爱是真的，就是有些过度保护了。这里还要注意一下克雷特的态度转变。父亲，他从白色闪电手中救下了希尔达，您之前发布的任务悬赏。哦，你击败了白色闪电？在得知我们击败了白色闪电后，他就开始不怀好意了。先是说悬赏没有办法兑现，这肯定是假话。他不仅和黑市密切往来，而且还经营着班吉斯高利贷，这点 King 最有发言权。说克雷特没钱是不可能的，他送了我们一套战斗装置，美其名曰是赠送，实际上却是拿我们当小白鼠。后来我们确实测试达标了，然后就被邀请参与了人工岛计划，真的是步步算计。小冯之前一直说幻塔正统在人工岛，就是因为克雷特的布局，在人工岛居然有一个研制抑制器的项目，这必然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掠夺者和猎狗帮都已经上岛，可惜后来应该废案了，直接跳转维拉了。当迪奥提到找人不存在的，克雷特才没有听过这话，把主角也惊得一愣一愣的。希尔达，这位克雷特社长。克雷特翻脸速度堪比翻书，希尔达只好来打圆场，也开始讲起了节日的由来。克雷特是真的有本事，在白灵的对话里
曾经邀请过白灵去上班，但白灵心系避难所就拒绝了。幻塔的剧情除了主线上没有，其他地方都是剧情。不知不觉到了晚上，我们跟着希尔达见到了他的青梅竹马，就是开的店有些寒酸，而且还是挂羊头卖狗肉。这里能看出主角的情商很高。当听到有活干的时候，主动揽了过去，然后让希尔达欠了我们一个人情，不得不帮忙找夏佐了。当我们搬完箱子回来，希尔达却不见了。米娅这时候说：“说明希尔达已经前往码头区处理求助信息。幻塔里面也是有互联网的，好像全部人都能上网，唯独玩家不行。竞斗也是一样，什么时候才能在游戏里网络冲浪呢？”找到希尔达，顺便拿了个气球，然后就被带到了乌丸身边。乌丸出身于星岛避难所，他的师傅是一只黑猫，爱好是收集匕首加表演，曾经效力于海加德，是强力的执行者，有点类似于火影的暗部成员，但最后却退伍了。之后开始了巡游表演。乌丸的离开想必也是对海加德失望了吧？其实纵观剧情，真正对海加德比较上心的执行者没有几个。修马是被蒙骗的，塞米尔是被逼的，梅丽尔是要找弟弟，四风愿雨早已溜溜球，佩佩要救异变的父母，可可利特傻白甜，西罗整天想着海洋生态，克劳迪亚还在昏迷中，古兰的本体根本不会战斗，看似第9区人才济济，实则没有什么得力成员，可能伊卡洛斯会是个心腹，就连弗兰茨也是心怀鬼胎。这次海加德之变，如果不是主角出现，可能海加德真就被艾达之子一锅端了。不过我为什么觉得海加德是故意放纵艾达之子回溯的呢？毕竟海加德自己也是想回溯的，只是想等水面平静下来。看来塔上面的决战，海加德也有故意放水的嫌疑啊。乌丸说之前的地震让转换器短路了，发生了什么地震？这次地震我没能在游戏里找到线索，有找到小伙伴的可以说一下。然后我们就去修理彩灯了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修好的灯里面会有电光闪烁。塔塔总在无人关注的地方用心做好细节。此刻注意左边这2位美女，她们讨论的事还是有些劲爆的，感兴趣的可以去游戏里看看。之后我们打开了彩灯。祈佛节快乐！注意此刻的夏佐，他已经看到了我们，但并没有主动过来，因为弗利嘉就在身旁。如果此刻夏佐有动作，必然会把我们牵扯其中。虽然莎莉的事和我们脱不开干系，但夏佐此刻依旧是袒护主角的。很多人觉得夏佐没人情味，其实他只是不想主角卷进去，但他不知道，我们不仅卷进来了，还是计划中最重要的棋子。跟着他们来到沙滩，夏佐已经不见了，出现了新的头目加勒特，他才是班吉斯区域的小头目，负责这边计划的就是他。但是弗利嘉和夏佐空降过来，地位被迫减2。艾达之子在班吉斯的布局是很稳的，先是通过猎狗帮驱散了行商，让节日人变得少一些，然后又选择在节日当天动手，这样重工的防守也最薄弱，还在班吉斯重工安插了大量内鬼，可以说没有主角搅局，计划是天衣无缝的。接下来就是挨揍环节，注意看弗利嘉说的话，夏佐在袒护主角，也实锤了夏佐的态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就落败了。但弗利嘉并没有除掉我们，从拟态对话里能发现，弗利嘉对我们有点特殊的情感，但是谜语人就是不肯说。等我们醒来，米娅已经在了，而且开口就问夏佐是否在场。这时候一般都会问是被谁袭击的吧，但米娅这种问法就像知道主角受到了谁的袭击，还在确认夏佐在不在。虽然聪明是好事，但这有点聪明过头了。回到班吉斯，跟着希尔达来到了旅馆。尽管我英语不太好，但我觉得这栋建筑是个靶场。你看这硕大的招牌，怎么看都像2把手枪吧。今晚过后，将正式开始接触到艾达之子的计划。艾达之子是怎样渗透进去的？夏佐来此是为了什么目的？克雷特社长在海加德和艾达之子间如何选择？一切都要等下一期了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